终于结束一天，躺在床上想要赶快入睡的你，可能会开始用数羊来召唤睡意，但是耳边一阵阵吓死人的打呼声，却一次又一次把你的瞌睡虫吓跑。想戴耳塞隔绝噪音，又觉得不舒服，好几次叫醒枕边人来中断噪音，但没过多久，鼾声又会再度响起。到底为什么有些人会睡觉疯狂打呼？这又可能代表身体有什么问题呢？其实打呼的原因有很多，那大家最常见的3个打呼原因就是鼻塞、扁桃腺肥大，还有肥胖。这3个原因彼此之间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关系，但是它们其实有一个共通点，那就是会让上呼吸道变窄。想象一下我们呼吸的过程吧，平常空气会从鼻子进去，一路经过咽喉、气管，最后来到肺部。在这个通道里，只要有任何因素让通道空间变小，气流快速通过的时候，就有可能会让咽喉后面的软腭、悬雍垂震动，而发出鼾声。所以，如果是常常鼻过敏而鼻塞，或是因为细菌、病毒感染而扁桃腺常常发炎肿大，都可能让上呼吸道变得狭窄，造成气流难以通过而出现打呼声。那肥胖也会造成打呼，则是因为脖子累积了太多脂肪，这也会让上呼吸道变窄。知道造成打呼的常见原因之后，长期被枕边人鼾声干扰的苦主们可能会想要马上逼迫他去看医生，但是已经打呼打了数十年的人，大部分都对自己的鼾声的杀伤力没有感觉，加上身体目前看起来好像也没有什么不舒服，所以打呼的人常常对治疗打呼这件事情抱持一个佛系随缘的态度。但是打呼真的可以放着不管吗？如果你发现打呼的枕边人常常半夜频尿跑厕所，或是明明睡很久，白天却老是喊累，其实这些都可能是打呼带来的影响。很多人都以为会打呼的人代表睡得很熟，但是情况刚好相反，这些打呼的人其实睡眠品质奇差无比。前面提过，打呼是因为上呼吸道太狭窄而产生的，所以常打呼的人晚上睡觉的时候，其实会比一般人更难吸到空气，甚至会缺氧。而当大脑意识到可能会缺氧的时候，就不敢睡得太沉，造成的结果就是浅眠。接着浅眠又会让控制排尿的激素分泌不足，增加半夜起来上厕所的次数，睡眠就又更容易被打断。所以那些用鼾声扰人清梦的家伙，其实自己也睡得不好啦。而且打呼对身体的影响还不只是这样哦，你可能听过一个叫做睡眠呼吸中止症的病，很多打呼的人都同时有睡眠呼吸中止的问题。顾名思义，就是睡觉过程中会突然停止呼吸。而睡眠呼吸中止症可以分成阻塞型、中枢型和混合型。最常见的是因为上呼吸道被堵住而停止呼吸的阻塞型。听到阻塞、呼吸中止，应该会觉得不太妙，对吧？长期打呼而且有呼吸中止症状的话，得到中风、心肌梗塞的机会都会比一般人还要高。原因一样，要从缺氧开始说起。一般情况下，我们睡觉的时候会有副交感神经来主导，让身体放松，心跳变慢，好让我们进入梦乡。可是当打呼或呼吸中止而身体缺氧的时候，为了让心脏赶快加速跳动，好把氧气赶快补送到缺氧的地方，交感神经就会被迫加班，而且整个睡眠过程都是加班时间，一缺氧，交感神经就要马上工作。但是折腾了一个晚上之后，交感神经在白天还是会过度兴奋，造成高血压。而经过长期的交感神经过度兴奋、高血压的恶性循环之后，得到心血管和脑血管疾病的几率都会增加。所以，就算枕边人不在乎打呼问题，最好还是尽早拖他去看医生，免得有一天中风、心肌梗塞或是更严重的疾病找上门。而当你好不容易劝说成功，准备带着枕边人处理打呼问题时，下一个关卡就是该看哪一科了。如果不太确定打呼的原因，可以先向耳鼻喉科求助，请医生帮忙确认是不是要到牙科、胸腔内科还是家医科等地方进一步接受治疗。比如说，在耳鼻喉科这边可以处理鼻塞或是扁桃腺肿大的状况，也可以利用手术来解决上呼吸道容易堵住的情形。如果看完医生发现其实是牙齿咬合不正，造成上呼吸道太窄而打呼的话，也可以在牙科矫正牙齿或戴牙套来
改善打呼问题。那要是身材很明显的比较重量级，可能就会被建议到家医科看诊了。到了这一步，要是还期待有什么其他方法可以不再打呼，真的就别再做梦了。如果是因为体重过重而打呼，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减肥。不过呢，前面这些对症下药的方法，的确要花一些时间才能看到效果。如果你已经到了忍受噪音的崩溃边缘，可以先到胸腔内科，让枕边人试着佩戴正压呼吸器或负压呼吸器，透过机器的帮助改善呼吸状况，这样可以比较立即的解决打呼困扰，只是也需要花一点时间适应机器。说到底，打呼是一个多重原因而造成的问题，需要多花一些时间抽丝剥茧，找出关键的原因。如果你正在忍受枕边人的打呼问题，除了多鼓励他积极面对之外，在抗战成功之前，你也可以借助降噪耳机或耳塞的帮助，让自己在处理打呼问题的过渡期可以比较轻松哦。说到打呼，很多人都会联想到睡眠呼吸中止症，但其实不会打呼的人也可能会有呼吸中止的状况。所以如果想确定有没有睡眠呼吸中止的问题，就不能只用打呼这个单一症状来判断啦。最后，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也可以用超级感谢或加入会员来支持我们哦。